哇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前面那辆黑色的车。所以你没有什么消息要跟我分享的吗？我辞职了。你我说怎么一直这么硌呢？就是上次不是董事长让我工作和脱口秀2选1吗？这不就辞职了吗？我想你们董事长说这句话的本意肯定不是想让你辞职。唉，辞都辞了，也没法揣测他了。对，不揣测他了。那咱们去吃点好吃的来庆祝你的辞职。好啊，吃什么？跟我走吧。好。找钱我找不开呀。 ，100块都找不开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们想去吃的这家餐厅在黑珍珠必吃榜上哎。是啊，我投的。眼光还好吗？那我可不敢贸然评价你。那我还真想听听你贸然的评价。吃饭前先跟我去个别的地方。行啊。先生太太2位好，是想看一下童车吗？你们的宝宝多大啦？不是，我们没有宝宝。您是还没有显怀，不好意思说吗？不是，我们不是夫妻。哦，快了，未雨绸缪嘛。我方便给2位介绍一下这款童车吧。好啊。这款呢是适合0到4岁的宝宝，然后有睡蓝模式、高景观，避震效果也特别的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针对的是高端母婴市场对吗？我做了调研，我们家的东西其实不便宜，但是营业额非常的高。是的，先生，公司定价和目标消费人群都是针对中产育儿市场的。好，我们自己看一看，谢谢你。来，这道芋奶菜心非常有名，你尝一尝。确实好吃。我刚才是想一出是一出的，有点让你不自在了吧？不是有点儿，那是什么？是很不自在。那我向你道歉好吗？是那样，我最近是想涉猎母婴品牌的，所以刚才我看到那家店就进去了解了一下。Sorry， 接受你的道歉。不过刚才我的心情倒是很愉快的。看人出丑总是心情愉快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对刚才那个画面是有期待的。母婴确实是一个好主意，因为生育对于女性来说确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，影响工作呢可能只是一方面，那另一方面呢，母亲和孩子天然牵绊就会更多，这就会让女性为此付出的更多。
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又会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哎呀，你不可以全职在家带孩子，你不可以与社会脱节，你必须要经济独立。”所以就会有很多女性会积极的回到社会工作当中去，然后努力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女性。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另一个声音说，孩子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，母亲的陪伴必不可少，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母亲该承担的责任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很多女性就会下意识的购买很多高品质的母婴产品来弥补孩子。所以你看，这简直就是一场由 PUA 引发的冲动消费。你为了逃避我的话题，是真的可以原地写出一篇论文来的哈？没有啊，我就是，你不是说要投资母婴这一块吗？我就跟你分享一些我的社会观察还有思考。好啊，那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？当然有啊，这就是简单的分工问题嘛。那你传统的观念认为，女人就是靠男人养家，男人就得靠女人带娃，但实际上，家不是一个人的家，娃也不是一个人的娃。你换个中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没错了呀。只不过大家的关注点就很容易集中在两性对立上，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社会焦虑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也会有很多人选择不生啊。那徐总，对于这些不会进入到你消费领域的人来说，你有何解？哎，我正好投资了养老产业，那不生孩子都没有问题，但是以后呢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人养老了。那这个板块是可以做得更商业化的。其实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有考虑过的。社会的发展嘛，我们的文明是要往前走的。以后呢，想生孩子的人可以尽情的生，想生多少都无所谓，不想生的人就不要生，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。我觉得自由度和宽容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。大体认同，细节有差。不过我要再说下去，我可真就要写一篇论文给你了。谢谢你，找到我吧。看看看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天哪，还真是，就是徐云峰。徐云峰、吴秀雅，吴秀雅徐，这俩人八竿子打不着，这不可能吧？不会是在那个金融峰会上认识的吧？别看秀雅闷不吭声的，每次出事情都搞得惊天动地的。不是这个车得100多万吗？这么贵？你们是不是真不懂啊？他那么有钱的人开100多万的车，那对他来说这就是寒酸了。人家厉害就厉害在有钱还这么低调。真正有钱人根本就不在乎开什么车，他开什么车咱不敢说的。就是，哎呀，你咋了？秀雅之前跟我有过误会，我现在拍她马屁还有用吗？现在怕是想拍也拍不着喽。那也不至于，现在有钱人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挣钱的速度都快。那你可小看秀雅了，更觉得来喽。哇，我的天！怀上了啊！真的假的？了不起。所以我说秀雅心思深沉的，人有把握当老板娘才离职的。这也太劲爆了吧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走了，我去拍秀雅马屁去。秀雅就是我们内宣部的吉祥物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，吃香喝辣。去掉下周要交的房租6200，水电网话费，不对呀，我的雅，怎么就剩这些了？上次大剧院集资我出了2万。2万，你可真大方。那时候谁能想到啊？我就觉得我好歹还能有下个月的工资，不至于饿死。你们单位没有那个辞退补偿金吗？辞退补偿金是什么？很难理解吗？辞退补偿金，从字面就被辞退了，双倍工资给你作为补偿。辞退还给钱呢？啊，你问这些你也懂啊？上过班。关键是我们董事长没有辞退我，是我自己辞职的。啊？
得，得亏俩月房租。早知道我当时不要面子了，面子能值几个钱啊？哎，小兰，你那还剩多少？就1万多吧。刷卡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昨天一查才知道已经透支1万多。你也太能花钱了，九兰。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女性，那很费钱的好不好？再说我这已经很省了。好吧，现代都市女性，你们真的就是太年轻了，不懂得攒钱的重要性啊！到我这年龄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挣着钱了一定开始攒。但是问你攒了多少？映入你眼帘的都是我攒的，这不是聊人家，你老聊我干什么？你成心的吧？这谁学的？秀雅，直接啃老，不丢人。你觉得我敢跟家里提吗？我连分手这事儿都没能说出口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郑浩在我爸妈眼里那就是一个上等的金龟婿，比我地位高多了。他是金龟婿，那徐云峰是啊，那不就是上等的叫钻石龟婿了吗？啊，那是一个档次吗？能相提并论吗？你把徐云峰的资料调给你爸妈看一下，那这哭着喊着开着香槟，捂着狮子让你分手，知道吗？我跟徐云峰就是处处看，不算谈恋爱。那不是你说了算吗？哎呀，要我说，这没结婚就都别说，省得分了还麻烦呢。有公司回我了。在原来的公司，你主要负责什么工作？我主要负责的是公司内部的公众号运营和公司内部的宣传文案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也有过1年的市场部工作经验。那你上一家公司的离职原因是什么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因为我有一个业余爱好，说脱口秀。脱口秀？脱口秀是一种舞台表演形式，它的特点是轻松和幽默。国外呢有很多成熟的电视节目，也有酒吧开放麦，还有很多专业的演员。现在国内可能场会少一些，演员也寥寥无几。我是非常喜欢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观察和调侃生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公司聘用你的话，你还是会继续说你的脱口秀，对吗？是的。工作之余我会去说脱口秀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我个人支持员工有自己的爱好，但是如果爱好超过了一定的范畴，那不是玩物丧志。你傻呀，连我都知道面试不能说实话，你就直接说你不喜欢前公司的企业文化不行吗？或者说是被人搞了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嘛。很多能力强的人都在企业内斗中败北了。不行，面试还是很有讲究的。第一，你不能说前公司的不好，这样他们会觉得你嫌弃老东家。第二，就是不能说自己之前被人搞了或者背黑锅了，他们会觉得你处理不好人际关系。有道理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怎么才行啊？有了，你就说前男友在同一家公司，他还是董事长的特助，那这既符合事实，又完美的避了坑，多好。可是这不就避重就轻了吗？哎，要不说你怎么找不着工作？这叫技术性回避。面试本来就是一场话术的博弈。人家也不一定对你完全坦诚嘛。就是。那什么才是标准答案呢？你可以这样说，和你的直属领导在某些理念上想法不太一致，潜台词呢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和你性格不合的领导，然后再说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一些变化，希望有更好的个人提升。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，小东？怎么还中插提问呢？会不会嘛？意思就是你被钱老板整了，没有前途了。对喽。哦。有什么想法就让他们自己去想，你说的话没毛病就行。